男朋友和老板的女儿吃了一顿饭，转头就跟我提了分手。他还以为他是靠自己的才华拿下的那些合约，既然分开了，那合约我自然也要收回来了。想我一个平平无奇的小财神，又要去寻找下一个幸运儿了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男朋友和老板千金在门口难舍难分的时候，正巧被我撞见，好不容易把他送走。男朋友第一句话却是要跟我分手。你也看见了，珊珊又漂亮，身材又好，他爸又是我公司的副总，想要提拔我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。将来我平步青云，我们就不合适了。我看就到此为止吧。还没等我反驳，他妈在一旁帮腔道：“对呀，你这一天也不上班，好吃懒做，怎么配得上我儿子？这么长时间吃我家的，喝我家的，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收拾东西赶紧走吧。”这对母子的脸皮也真是刷新了我对人类的认知。他们家现在吃的每一粒米，每一滴水都是我的，竟然还。等会他说那姑娘他爸要提拔她，莫不是老头子年纪大了认错了金主，误以为那些礼物都是他送的吧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可得抓紧停手，不能让这狗日的渣男白占了便宜。不仅后面的不能送了，之前送的也得全都收回来。我看了一眼他身上手工的定制西装和钻石袖扣。好啊，你把身上的衣服、鞋子，还有之前我送你妈的首饰、摆件、衣服、包包都给我拿出来。听到我说这些，程斌瞬间气得破口大骂：好，就那么几件破烂，亏你算得那么清楚，我现在就还给你。我看着他怒气冲冲地进了房间，转过头来，他妈正宝贝似的捂着自己腕上的镯子。你白吃白喝这么久，送点东西怎么了？居然还有脸要回去？我冷笑一声，为了人类的无耻嘴脸感到新鲜。赠与是有权利要回来的，你如果不想闹得太难看，我劝你抓紧把东西还给我。正说着时，程斌抱着衣服从屋里出来，他妈一把拉住他，小声嘀咕道：儿子，隔壁你六婶说她送的这些东西可值不少钱。妈，六婶说话你也信？程斌一脸的不耐烦，他一个没工作的人，能送你什么贵重东西？就这破镯子，地摊21个，咱们不要这东西，赶紧还给他。他妈听完，狐疑地看了看手里的镯子，最后还是取了下来，连同衣服一起给了我。临出门前，我看着他那张颇为英俊的脸，有些遗憾道：你不再考虑一下，赶紧走。他连推带搡的将我轰了出去，砰的一声甩上了门。我摇了摇头，人类的转变我是真的搞不懂。下来之前我还特意查过，命簿上明明显示程斌品行端正，是个不错的人来着，怎么就会突然变成这样？出了他的家门，我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，原地消失。这个随身空间是我小时候出远门前族长随手抓给我的。他说，我们育灵族是地球上最先富起来的民族，一定要秉承先富带后富的原则。你去看看有什么顺眼的人，给他们送点钱财。没错，我的工作就是给人送钱财。这工作说难也不难，就是遇到德行太差的，还要把送出去的收回来，就很麻烦。我一般会在送之前考察一段时间。程斌是个例外，我被他的美色迷昏了头，上去就开送。我进到空间，把这些东西放在地上，空间里的小精灵忙迎出来，说：这不是你上次让我帮你弄的全球限量款纯手工制作的衣服鞋子，怎么又拿回来了？我叹了口气，这次眼光不太行，你放浴池里洗洗，帮我挂到闲鱼上去吧。想了想，又说：
你找个时间把给程斌的那几家厂的投资合同收回来，正好还没签字。还有，从明天开始，程斌家的菜、米、饮用水都不用送了。小精灵回答 ：“OK， 我空间里的菜、米和水都是吸收天地精华的灵物，随便吃一点都能改髓换血，延年益寿。嗨，谁叫有些人不识货呢？最近在程斌家干的活有点多，我爬到床上倒头就睡，刚睡着，小精灵就摇醒我说，这些衣服刚挂上闲鱼就被一个人全买走了。我问他，你标了多少钱啊？他回答，我刚传上去，还没改价格，都是原价。我大惊，翻身爬起来，看到一个叫做就是有钱气死你的本地账号拍下了所有衣服。行吧，您有钱，您是老大。我让小精灵赶紧把衣服给人寄去，还没到中午呢，小精灵就开始人工较早服务。说好的自然醒呢？你昨天不是排了那家网红餐厅的号吗？快起来了。是哦，我昨天还跟程斌约好，今天中午去新开的网红餐厅吃饭来着。我迷迷糊糊爬起来，去浴池的温泉泡了个澡，果然是浴池圣水，泡完脸色白皙红润，一点瑕疵都没有。这不比化妆效果好。到网红餐厅的时候，都过了饭点了，店里还是坐得满满的。我掏出昨天排好的号给前台服务员，被告知已经有人用过了。啥？程斌这厮自己来吃了？我扫了一眼，果然看见程斌带着他妈还有那个副总女儿在窗边那桌。呵，好大手笔呀，点了满满一桌。我因为特别爱吃，就在各个餐厅都办卡存了钱。一开始程斌还以为我吃霸王餐，吓得不敢说话。我骗他说我们那里给这里的餐厅供菜，只要是我预约的都可以免费吃饭。这家餐厅才开，我可没有预存。他不会以为不用付钱吧？而且这家的菜巨贵，普通人家根本消费不起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我买了杯奶茶，在对门川菜馆靠窗的位置点了几个菜，边吃边等看戏。果然，程斌一行在门口被拦住了。服务员拿出账单的那一刻，程斌的脸肉眼可见的涨红，他妈尖利的声音整层楼都听得到。这么几个菜5000多，你们抢钱呢？程斌尴尬地看了眼副总女儿，忙拉住他撒泼的妈，不情不愿地去刷了卡。这得去了他大半个月工资吧？嘻嘻。晚上我正打算追个剧呢，就接到程斌的电话，开口就是上个月的信用卡，你怎么没帮我还？我一时之间竟有点佩服他，得多厚的脸皮才说得出这话。我满头问号地问他，你的信用卡要我还？之前不都是你还的吗？再说你没还也跟我说一声啊，害我今天差点出丑。而且这几天你们农村的菜也没送，我妈都吃不惯了。我刚塞进嘴里的水果差点噎到喉咙，看来这人一点界限感都没有。我郑重地说，首先是你要分手的，我没亏欠你一分一毫，分手了就分得干干净净的，不要再牵扯。其次，以后遇到不要大呼小叫装熟人，我们以后就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。谢谢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，然后拉黑了他。什么人啊？不过明天有更心梗的等着他。我们家小精灵估计要去收投资合同了。小精灵跟我说程斌正在办离职的时候，我还在街上物色目标人物，刚升职就离职。我漫不经心地问，嗨，这不是有冤大头要投资吗？这小东西还学会打趣我了。行行行，那你什么时候去收合同？我本来打算今天上午去的，结果电话没打通，程斌正忙着办离职呢。这下真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不过我没空管这些了，
他害得我这个月的 KPI 都没完成。哎，现在找个顺眼的人还蛮难的，尤其是遇到了程斌这种奇葩之后，我的心理阴影有点。我开着车，睁大眼睛在街上四处扫射，一个不注意就被后面的车追尾了。我刚提出来的保时捷跑车还好，买了保险，后面的车主倒还蛮有礼貌，赶紧出来给我赔礼道歉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全责，会全额赔偿的。下来的是个男生，身上穿的竟然我在闲鱼卖出去的绝版衣服，真是有品位啊！我对他的好感倍增，这衣服在他身上档次一下就上去了，身材比例好到爆炸呀！我滋溜着口水，脸都要笑烂了。没事，不用赔，我买了保险。然后盯着他看个没完，他似乎发现我在看他，走过来对脸问我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这张脸也太犯规了，不会是哪个明星吧？我一下子脸红的啥也说不出来了。图谋不轨，他一点都没有退开，帅脸都快贴到我鼻子。我傻傻的回答：“可以吗？”他扑哧一声笑了，说：“看你表现啊，这还不简单？这车不用赔，他要喜欢我还可以白送。然后吗？”我想到了各种霸总剧的经典桥段，迅速拉住他往商场跑，霸气地指着各种奢侈品专柜，随便挑。他挑挑眉，包养我。我学电视里的霸总，为走过去挑了挑他的下巴：“你值得。”我的手还没放下来呢，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林倩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程斌带着那个珊珊也来逛街了。他看了看我和我的帅哥，嗤笑着说：“这些破烂货还能转手送人，你还真是不挑。”我气得正要跟他对骂，帅哥抓住我的手指，走到几家专柜前，看都不看，随意指着：“这些都打包。”柜姐惊喜地看着他，一叠声地回答：“好的，好的。”然后眼巴巴地看着他，他十分自然地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说：“我女朋友买单。”我立马狗腿的点头：“对对对，我买单。”顺便把黑卡递过去，耳边传来珊珊咬牙切齿的声音：“你给了他多少钱？”我偷偷看了眼程斌，他脸都绿了，凶狠的眼神里3分愤怒，剩下全是羡慕嫉妒恨。体验了一把霸道总裁的快乐，我有些上瘾。帅哥说他车撞坏了，只能坐我的车，这感情好，求之不得。我赶紧帮他打开车门，坐在车里。我3分凉薄，3分傲娇，4分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还想要什么？”帅哥配合地摆出标准小白脸的姿势，谄媚地说：“跑车也可以送我吗？”我大手一挥：“送，不过这车有瑕疵了，我送你辆新的。”结果这一送，把自己也送出去了，舒服地躺在帅哥怀里。我换了个姿势，后知后觉地害羞起来。“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”他危险地凑过来，咬了下我的唇。不知道名字就敢跟我来开房？我摸了一把他的腹肌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都敢来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怎么看都是我占便宜呀！正在你侬我侬呢。”该死的电话铃声就响了，我气得想摔了他。拿起一看是程斌，刚想挂断，一不小心按了接通。“你在哪里？你他妈到底是谁？”程斌怒气冲冲的话就塞了我满耳。我还没回答，手机就被帅哥拿走了。他冲我示意：“我来。”我乐得清闲，递给他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下。帅哥哑着嗓子，干脆了当又不失狠厉地说：“他在哪里你管不着，他是谁你更没有资格知道。提醒你一下，你再纠缠他，后果自负。”程斌还在那边：“林倩，你自己接电话就被挂掉。”这霸道总裁样，很有我的风范。我赞许地拍了拍他的头，他一下子变得委屈巴巴，抱着我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你以后不准接他电话。”我一派昏君做派，忙回抱住他：“不接不接，只接你的电话，
看他低眉顺眼的乖巧样，又趁热打铁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他抬起头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林衍峰，别再忘了。”难道我们以前认识？我想了很久也没想起来，就放弃了。顺毛狗狗很好哄，我说几句甜言蜜语，他就满足地任我胡作非为，这让霸道总裁我很头疼。我这些钱可咋送出去？这天终于让我逮着个机会，我听他打电话时说什么资金暂时周转不过来。哎呀，这可真是想啥来啥。我立马跑过去，递过一张支票，说随便填。他眼睛亮了亮，一把抱过我说：“金主这么大方，那明天带你去视察公司吧，帅哥都邀请我了，我怎么会有意见呢？”第二天一大早，林衍峰就把我拉到了市中心的一栋大厦，他状似随意的介绍，整栋楼都是我家的，随便逛。我立马竖起大拇指，夸道：“不错不错。”下车后，林衍峰拉着我的手往里面走。我疑惑：“哎，不是说霸总都有专用电梯吗？你怎么没有？”他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这不是要带你逛吗？”这一笑可真是让我心花都开了。这个人也太会聊了。随即，女人的第六感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往旁边一瞧，果然所有女孩子都在看他。我正要拉着他快步走进去，里面出来一个西装革履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年轻男人。这人似乎十分着急，上来打了招呼就说：“小林总，新项目会议十分紧急，您千万得去拿个主意。”林衍峰抱歉地看着我，我十分开明，向他挥挥手：“快去吧，我自己逛。”走之前，他反复念叨：“我就在10层大会议室，你随时敲门都行。”说完，一步三回头的，整得跟生离死别似的。我憋不住，笑着把他赶走了。可能是林衍峰跟人打了招呼，我随意乱逛，也没人拦着我，走到哪都有人帮忙开门。1楼逛完，我上电梯到了2楼，右手边有个大会客室，里面是乌泱泱一大厅的办公桌，些许压抑。我正准备往外走，就被人喊住了。前面穿白裙子的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回头一看，这不那副总女儿珊珊吗？我还没张嘴说话呢，她的大嗓门又响了：“果然是你，没想到你还挺厉害，找到这里来了。”我一脸问号，难道程斌就是在这里上班？他旁边的女孩悄悄问：“这谁呀？”珊珊一点当小三的自觉都没有，很骄傲地说：“我老公前女友，乡下来的土鳖，被我老公甩了。你老公不是程经理吗？看不出来呀？程经理还看得上乡下女人？就是说嘛，我老公平时都是穿高定私服的人，不过就是玩玩，反正也不用负责。”听完这些，我三观都震碎了，一时之间不知道从哪里反驳起。我还在思考呢，珊珊就迈着正宫的步伐走到我跟前，傲慢地说：“乡下女人就要有乡下女人的自觉，就算有几个臭钱，有些人也是你高攀不上的。我跟我老公马上就要订婚，你要是还要脸，就别再来找他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小三呢。”我当然不能吃这哑巴亏，我用手挥了挥他走近带过来的劣质香水味，半捂着鼻子说：“这位小姐，不要靠别人那么近，垃圾回收站的臭味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得了的。”他气得面目狰狞，不过马上又调整过来。我老公昨天带我吃了全市最贵的餐厅，还买了2个 Gucci 包包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没给你买过呀？倒贴货就是贱啊！这话真令我上头，我只好给他点下马威。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自豪，想必不介意帮你老公还点债吧？你老公升职打点人情，花了我上好和田玉2块，飞天茅台6瓶，高级会所会员卡5张，
折合人民币差不多300万吧。微信还是支付宝？你放屁！我老公用得着花你钱？我笑眯眯地说，要不我找你老公要。这会，程斌已经走过来了，大声质问，要什么？哟，脚踏一只高仿鞋，以为自己很帅。我眨了眨眼睛，装作无辜地说，你送礼花的钱啊。周围开始窃窃私语，靠女人升职，还脚踏2条船，真不愧是小白脸。就是搭上线立马劈腿，真不要脸。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他最近穿的衣服鞋子都是的货，跟以前比真是差了不止一点点。是啊，以前那些衣服虽然低调，但都是全球限量手工款啊。亏我还以为他是个低调的富二代呢。我好像在闲鱼看到过好几件同款，该不会是破产变卖吧？我听着这些闲言碎语，心里快笑死了。程斌铁青着脸，咬牙切齿地说，你来这里就是要搞我的名声。正在我们拉扯不清的时候，有个领导模样的小老头出来，他看了看在场的人，有些语重心长地跟程斌说，小程啊，你是我们公司最年轻的中层经理，在这里有大好的前途，不要学那些人的歪门邪道，也不要把感情的事带到工作里来，更不要把陈副总牵扯进来，好好干。辞什么职？程斌一脸羞涩地说，您说的是，我记住了。不过彭总，我家里确实是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去做，我精力上也走不开，我已经办好离职了。程哥要回家继承工厂了。有个他手下的人大声说道。那个彭总狐疑地看着他，程斌扭捏着没有说话，相当于默认。他边摇头叹息边走了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！程斌见领导走了，又要起威风来，恶狠狠地对我说，还要闹？我可不怕，我现在都辞职了，这人没救了。我笃定地说，你会后悔的。他趾高气扬地切了一声，搂着珊珊进去了。林衍峰急吼吼赶过来的时候，这边已经散场了。我忙跟他说，都是误会，拉着他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林衍峰说，资金危机解除，正好赶上他妈妈生日，他们家要开晚宴庆祝一下。然后欲言又止，扭扭捏捏了一会，才说他还缺个女伴。我忙把自己送上去，县城的大美女在这里。他状似苦恼地说，我妈说让我带媳妇去，搞了半天我还没转正。我扑过去揪着他的脸，一顿造作，我不是你媳妇，你还想找谁？他立马笑开了花，是你是你，除了你没想找别人。我满意的收回手，开始问，你妈也去啊？那你妈妈喜欢什么？我要带什么礼物比较好？他张了张嘴，不甚在意地说，你人去就行了，我妈才不在乎什么礼物呢。她虽是这么说，第一次见婆婆，怎么能不送份大礼呢？我从空间掏出了千年难遇的整块和田玉和今年只产了10斤的顶级洞顶乌龙茶。去的宴会挺高端的，在一幢占地面积巨大的别墅宴会厅，林衍峰领着我走进去，收获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我细细打量，他们对我似乎不太友好，还有人窃窃私语，说没见过我，应该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千金。林衍峰直接搂着我的腰，走到一个风韵犹存的女人面前，说，妈，你心心念念的儿媳妇来了，这人怎么都不招呼的？我吓得赶紧拍开她的手，不顾她的笑声，躬身礼貌地喊，阿姨。他妈人挺好，一点都没为难我。看到我递上去的和田玉和乌龙茶，也只微微地眨了眨眼，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。倒是周围的抽泣声比较大，说什么这玉只在拍卖会上见过，这女的什么来历？我没空理这些，被林衍峰拖着应酬了一番，好不容易坐下，就看到那个珊珊挽着一个老男人进来了。我踢了踢林衍峰，问他，
门口那俩一老一少是什么人？他看了一眼说：男的是我爸分公司的一个副总，女的是他女儿。原来这就是要提拔程斌的副总啊，还是分公司的。只见他扭着屁股走过来，趾高气扬地说：服务生，给我端2杯红酒去。林衍峰猛地站起来，想要去冲过去，被我拉住了。我示意他没事，微笑着说：小姐，你认错人了。他嗤笑一声，继续扯着尖利的嗓子说：没了我老公的钱，又来勾引别的男人。我礼貌问他：程斌跟你说我花他的钱？他傲慢地说：还用他说？他们家一个玉尊就价值5000万，他妈一个手镯价值连城。我今天非要你把拿了他的全吐出来不可。说着恶狠狠地伸手来抢我的包，可真是一出大戏，白白娱乐了来参加宴会的众人。林衍峰一个箭步上去把他推倒在地，这动静太大，所有人都看过来了。他爸看到赶紧跑过来，对着林衍峰点头哈腰：小林总小女年轻不懂事，求您高抬贵手。一边扶起他女儿，骂他胡和。小林总，那女的不敢置信地看着林衍峰，大声说道：不可能的，骆家的人怎么可能让一个女人买单？你给我闭嘴，滚出去！他爸爸狠狠地把他往门口推，回过头更加频繁地鞠躬：小林总，小女没见过大场面，被吓着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林衍峰看了他一会，说：陈副总负责的中部地区业绩下滑的厉害呀。陈副总额头层层冒汗，不敢再说话。林衍峰又说：中部地区的业绩一向是全国冠军，你管理不当，该让让新人了。陈副总一下子瘫软在地上，半天都没起来。从宴会回去的路上，空间小精灵给我递话，说他明天要去程斌家收合同。我料想一定是十分鸡飞狗跳，兴奋地让他给我直播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打开小精灵的传话系统，端了盆水果，津津有味地看起来，比我想的更精彩一点。他乔装打扮成精英男去收回投资合同的时候，正巧肖家人去程斌家闹，陈副总失去了职位，一下子从精英变成泼皮老赖，让程斌赔偿经济损失。程斌看到准岳父带着女朋友上门，还乐滋滋的，客客气气的把人请了进来。陈副总开门见山：要不是你，我不会丢了职位。现在我赔了职位，又折了女儿，你直接经济补偿我吧。程斌一脸懵逼，还是硬着头皮说：您都要给我投资这么多项目了，我绝对会孝敬您的。陈副总更是一脸莫名其妙：我什么时候给你投资项目了？你别转移话题。5000万，你不亏吧？程斌忙拿出小精灵之前给他的合同，说：这不是您让这位先生来的吗？陈副总冷笑一声：你恐怕搞错了。陈珊珊这时也在旁边尖叫：你们家的玉尊去哪里了？该不会给那个女的了吧？一直被当作空气的小精灵咳了2声，走过去说：程先生，你误会了，这些合同是凌倩小姐委托我来跟您洽谈的，我今天来是受她的委托收回投资，不是来跟你签字的。说完他又对着陈珊珊说：不好意思，玉尊也是凌倩小姐暂存在程家的，她离开的时候带走了。小精灵说完，从程斌手里拿回合同，就礼貌地告辞离开了。林衍峰虽然是个小霸总，但他平时工作挺忙的，没太多时间陪我，大部分时候我还是一个人在街上游荡，兢兢业业完成 KPI。 今天又是寻找幸运儿的一天。等等，前面那个人头上冒着金色的光环，这可是100年一遇的大德。只见他歪歪斜斜地走着，居然倒在了路边。我忙过去把他扶起来，趁人不注意，
用瞬移法回了之前买的四合院。这四合院其实是之前为了方便跟程斌谈恋爱才买的。待程斌来过几次，我谎称是租的，那时候还打算送给他来着。嗨，刚落地就听到里面传出人声，难道有人？还好没直接进去，我急忙在门口停下，掏出钥匙开门。这一开门可把我惊着了，程斌和他妈还有一堆不认识的人在里面站的站，坐的坐，还有人在乱翻乱扔，把房子搅得一塌糊涂。我气得眼前发黑，差点把扶着的人给摔着。我这一进门，所有人都看过来，程斌他妈指着我尖叫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狐狸精把我儿子给骗了，害得他连工作都没有了，这是来讨公道的，这也太不要脸了。程斌跑过来挡在我前面，手里拿着四合院的房产证，气狠狠地对我说：你到底骗了我多少？你还说这四合院是你租的？我无语地看了他一眼，越过他扶着人往卧室走。程斌跟在后面大放厥词：你把四合院过户给我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，不然我保证你出不了这扇门。哟呵，听这口气，要杀人灭口啊！玩这么大！我把人安顿好，稍微施了点法术，疏通了他的气脉，才回过头问程斌：你们这是过来威胁我来了？人群里有人阴阳怪气地说：小姑娘，我劝你识相点，现在就去过户，不然……呵呵。我走到人群中，看着这一群头上黑乎乎的人，气定神闲地说：这是我的房子，是受法律保护的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们休想拿到房子。程斌走过来，扯过我的手，想往印尼上按，只是根本扯不动我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抢房子是不可能的，我劝你们现在就走，不然可有大麻烦了。话音还没落，又有几个人冲上来掰我的手指，我纹丝不动地站着。有个人惊叫起来，他是个怪物，根本掰不动。他妈不信邪，跑过来想打我，被我稍稍一使劲，弹回去了，摔在地上。一干人等被我唬得目瞪口呆。我从程斌手里拿过房产证，跟这些人说：我跟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犯不着为了这么个人渣来为难我。现在立刻滚出我的房子，我既往不咎。有个瘦得干巴巴的人梗着脖子说：大伙都给我听着，文小子一家是我们村的救命恩人，我们拼命也要替他讨回公道。这话激起了我的兴趣，我问他：文小子是谁？他结结巴巴地回答：你问这个干什么？程文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还没等我继续盘问，房门口传来一道虚弱的声音：我捡回来的人醒了。程文是谁？我看过去，只见他蹒跚地往这边走，看到我微微点头致意，我连忙回了个微笑。只见他走到程斌面前，满眼恨意地说：欠我的你该还了。程斌看到他的脸，大惊失色，吓得连退几步。我走过去，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子，轻声问道：怎么回事？人群里有人不等他说话，就冲上来拉扯我们，一副要打人的架势。我轻轻一推，这些人就甩出了几米远。其他人见状都不敢上前了，扶着的人也震惊地看着我。我向他笑笑：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。他点点头，看着这一屋子的人说：你们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，就去给我做个证，把程文顶替我的名字和分数上大学的事情去法庭说清楚。这话信息量有点大。我看向程斌，现在应该叫程文。只见他缩着脖子，不敢抬头。我了然地拍了拍身边人的肩膀：这个公道我主持定了。程斌，你跟你妈也是程文他爸救的，没有他爸，我们村早就被土匪给灭了。你给文小子让个分数不过分吧？人群里有人底气不足地冲真正的程斌说话。
程斌听到这话，眼泪唰就落下来，他拼尽了力气吼道：“是我爸赶着牛车挡在前面，他用命堵住了路口，程文他爸才跑回村里报信的，是我爸救的你们。”程文这会倒是冲过来了，大声反驳：“你胡说！明明是我爸救了你们！”程斌指着另一个年轻人问道：“谢丽，那天你跟我上山去找我爸，是不是看到我爸的尸体和牛车倒在山口？”那个年轻人不安地搓了搓手，说：“是看见了。”程文恶狠狠地冲他吼道：“你说什么呢？就算看到了，也不代表你爸是那个时候上的山，说不定他是后来去的呢。”人群却开始回忆起来，不对，那天晚上以后，我都没见到过程斌他爸。那天我记得很清楚，下去的时候，我在村口见着程斌他爸，他说去山里把那块地给犁了。那我们是不是恩将仇报了？程文听到风向不对，大吼起来：“你们不要听他们胡说，不可能！我爸用命救了你们，你们必须帮我！”人群里走出来一个年纪稍长的人，他看了程斌和程文一眼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已经23年了，程文，这些年你上学，你到城市买房生活，我们村都尽了全力，甚至还亏待了程斌。”他顿了一会，又说：“我原以为你跟你爸一样是个正直善良的人，没想到这些年你越来越贪。这次我本来就是来自首的。”他看着身后的一群人说：“这些年我备受折磨，大伙，我是村长，明天我去警察局自首，这些事跟你们都没有关系。”说完，他向程斌深深鞠了一躬，就往门外走，其他人也都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。程文跟他妈嚎叫着，想留住众人，被我赶出了门外。原来是从小就吃软饭，怪不得这么得心应手。我看着真正的程斌，有些难过地问他：“这些年你都在找程文吗？”程斌点点头说：“高考成绩出来以后，我一直不相信，怎么可能是我没考上，程文却考上了呢？我的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，程文却是个吊车尾。”他看了眼我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那时候成绩真的很好。”我赞许地看着他说：“我了解了，该是你的都会来到你的手里。”我想了想，又问他：“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？”他挠挠头说：“我妈前些年过世了，我就一个人到城里来，一边打工，一边自学，一边找程文。平时就住在城郊的福利院旁边，那里的小孩都很可爱。我有钱了，就会买些好吃的送去。”果然是头顶金环的人，我更加欣赏他了。程斌他们村长自首以后，警察局找到程斌询问情况，我陪他去警察局做了笔录，同时向法院起诉了程文。法院判决程文赔偿程斌精神损失费50万，同时判决录取院校重新录取程斌。而程文面临的将是10年的牢狱之灾。送程斌去上学的那天，我把4合院的房产证交给他，同时给了他一张没有密码、取之无尽的银行卡。洗得干干净净，穿着一身休闲装的他，看起来帅气逼人。我满意的点头，这才是该有的样子。他站在校门口不进去，看着我良久，问道：“你是神仙吗？”我笑着说：“算是吧。”抬头看看，天色不早了。我催他快进去，他着急地问道：“那我还可以找到你吗？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只要你保持初心，我就一直在你身边。现在我得回去哄林眼风了。他对于我这几天忙着处理程斌的事，把他晾在一边，很不满。今晚可能不太好过，我得做好心理准备。”